今天我们讲永生。自古以来，长生不老一直是人类的梦想。人类对欺骗死亡的迷恋反映在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科学记录、神话和民间传说中。故事开始要从一个人说起，他叫个德米特里伊茨科夫，是一个俄罗斯的亿万富翁，就相信永生不老是迟早会实现的。这个老表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叫做2045倡议，目的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。他不是走神话般的青春之泉路线，也不是搞炼金术，而是走上了科技的大道。在21世纪，科学成了新的宗教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永生的人。他们认为通过先进技术和人工智能，甚至可以把意识下载到电脑或其他数字设备里，从而逃脱死亡的命运。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小的吧。故事继续。虽然这些科学研究还在继续，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不过，这位俄罗斯大佬似乎坚信永生是迟早要实现的，而且他还主导着自己的组织，全力以赴追求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目标。不知道最后会不会真的有朝一日，我们能看到人类迎来长生不老的时代呢？我们先来讲什么是2045倡议。为了实现他的永生梦想，组建了一个团队，汇聚了俄罗斯顶尖科学家，涉及机器人、人工智能、纳米技术、神经计算机接口和人工器官工程领域。他们的愿景非常宏大，计划在未来30年内建立一个专注于拟人机器人、超人类主义、控制论和生命系统建模的国际研究中心。2045年倡议的目标是，一旦我们能理解大脑基础设施，人类意识将与机器融合，重生于数字环境。伊茨科夫和支持者坚信这是不可避免的。他曾在2016年表示，在接下来的30年里，我将确保我们都能永远活着。我对此有着100%的信心。根据2045年倡议蓝图，控制论永生将分4个步骤进行。首先，他们计划开发一款软件，使人脑能够通过思维控制器与机器人进行互动，实现仿佛机器人听从大脑指挥的效果。这项技术预计在2020年问世。接下来，他们的目标是发明一种机器人化身，能够托管并直接由移植的人脑操控。这类似于科幻电影中的情节。他们设定了2025年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点。到了2035年，科学家们预测将能够控制一个带有人工大脑的机器人。该大脑以人类为模型，将人类思维、行为、感觉和存在模式进行数学解码。最终目标定在2045年。届时他们计划将完全解码和录入的人类个性编程到计算机中，创造完美的复制品或数字克隆。此外，他们还计划制造一个全息影像，能够变换形状、大小和外貌，作为人的车辆。这一计划确实充满挑战与想象。作为备选方案，还能搞点新花样，比如发明纳米机器人，可以编程构建量身定制的身体。这样，计算机编码的有意识的存在就可以在需要时采取更真实的物理形式。在最后3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都用即将结束生命的人的大脑、人格或意识作为模型，这样他们就能实现一种不朽的形式。就像德米特里伊茨科夫和他的伙伴们所设想的那样。我们接着看这个老表还要搞什么飞机。人们很容易对2045年倡议不屑一顾，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虚荣的项目。
由一个拥有太多钱和对死亡的不健康痴迷的人创造的。但伊茨科夫和他的团队声称，他们的动机是最高的理想，以及他们保护人类免于灭绝的愿望。在2045年倡议的使命宣言中，他们提到了环环相扣的环境危机的升级，这些危机威胁着我们的地球栖息地和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持续存在。为了防止这场灾难并保护人类的未来，他们提议为创造一个更安全、更理智和更可持续的社会做出贡献。该社会建立在5项原则之上，以实现更开明的生活： 1. 高灵性； 2. 高雅文化； 3. 高尚的道德； 4. 高科学； 5. 高科技。2045年倡议旨在引领一场全球性的深刻变革，被赞誉为人类的大规模变革，可与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精神和科技革命相媲美。德米特里伊茨科夫激情洋溢地表示，新人类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身体本质，让他们变得不朽、自由、嬉戏，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。这些变革并不会束缚个性和自由，相反，将确保最大的创造性发展，并揭示个体的无限潜力。然而，自从启动2045年倡议以来，伊茨科夫一直面临着不少质疑和讽刺。有人给他贴上了怪人的标签，将他的愿景视为幻想。然而，怀疑者们可能需要暂时放慢对嘲笑的步伐，因为2045年倡议关于精神控制机器人发展的第一个预测已经成为现实。近期报道显示，美国的研究人员成功研发了一款微型无人直升机，完全由人类飞行员通过脑机接口进行控制。这种人与机器的融合代表着一项重大的科学突破，而且发生在2045年倡议领导层所预测的大致时间范围内。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科学发展， Sprise 基金会正在赞助一项价值1000万美元的竞赛，旨在奖励那些能够创造出在至少100公里外进行控制的机器人化身的发明家。这些机器人和控制器之间的连接必须是感官包容的，以使控制者能够像真实存在于机器人身体中一样，看到、听到、感知周围环境并进行互动。虽然2045年倡议的目标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天方夜谭，但他们正在逐步取得进展。许多科学家对探索人机互联的潜力充满兴趣，他们希望2045年倡议能够激发一场全球性的深刻变革，堪比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精神和科技革命。2045年倡议可能面临2个潜在问题。首先，它所依赖的科学主要还处于投机阶段，虽然脑机接口等技术已经取得进展，但实现永生的其他步骤仍然遥不可及。即使伊茨科夫投入巨额财力，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推动科学发展超越数代人的范畴。2045年倡议的第2个潜在问题涉及对思想、大脑和意识的概念，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。虽然一些唯物主义科学家广泛接受心智及计算机模型，他们认为开发完全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只是时间问题。然而，对于意识奥秘的还原论方法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们的个人偏见，而不是对思想和大脑实际运作方式的深刻理解。证明大脑像计算机一样运作的科学尝试尚未取得成功，这使得心智及计算机模型面临着质疑。即使这些概念在科学上被证明是正确的，2045年倡议的目标也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永生。将一个人的意识完美复制相当于克隆，而不是真正的生命延续。
即使一个人的记忆和个性以数字形式存在，我们人的本体还是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。换个角度来讲，真正的不朽可能无法实现。如果有来世，或许我们能够反思生命的意义、伦理责任，并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，也可能引发对生命有限性的思考，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。也许死后才是永生啊。好了，一定要点赞、订阅、评论的 YouTube 频道，小的吧。再会。